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位生前以玩炸药闻名，同时赚得盆满钵满，之后依然凭借着颁奖声名远扬100多年的传奇人物，他就是被誉为炸药大王的阿尔弗雷德·诺贝尔以及其创立的诺贝尔奖的故事。永远不要停止思考。大家好，我是阿一，我是娜娜。诺贝尔这哥们儿呢，1833年出生在瑞典，打小就是一个火药堆里边长大的娃，因为他爹也是搞炸药研究的工程师。耳濡目染之下，20岁就开始跟各种易燃易爆物开始死磕了。早期的炸药它不是安全炸药，还特别的不稳定，很容易就发生爆炸、发生事故。根据说法来说，他弟弟可能就是在实验事故当中已经就死了。他后边就自己发愤图强，去研究，愣是咬牙搞出了安全炸药。怎么个安全法？它的引爆需要一定的特殊的工具。普通的炸药可能一摔一打用火它就炸了，但是它的安全炸药要通过特殊的方法去引爆，然后运输或者是摔打它也不会爆炸。通过这个安全炸药以及其他的各种发明专利，它就有355项。可现在呢，就像游戏里边刷成就榜一样的，靠专利费他就成为了亿万富翁。但是晚年他却特别郁闷，因为他的发明被用到了战场上。直到有一天，有一个名字和他差不多的人离世了，然后当地的媒体就以为是他离世了，就发他的死讯，说他是炸药大王归西了，他这个战争商人总算死了。结果这个事儿就把他气得特别难受，临死之前就干脆立了个遗嘱，说把我的钱都拿出来，为那些为人类做好事的人发奖。这就是诺贝尔奖的来源。我有个问题啊，他的钱从他死能支持到发奖发到现在吗？能，咱们后边还会提到，而且发的还只是利息。啊，就这么着，1901年第1届诺贝尔奖就诞生了。不过了解的人都应该知道，每年的诺贝尔奖金只是他遗产的利息部分，或者说是获利的部分。当年诺贝尔留下的遗产大约3100万瑞士克朗。换到现在来说，就相当于20多亿人民币。基金会把这笔钱就拿去投资，每年利息就拿来发奖。现在每笔奖金差不多1000万克朗，换算成人民币大概700多万。话题回到诺贝尔奖，有个千古之谜，为什么没有数学奖？坊间的传闻呢特别的带劲儿，说诺贝尔是被数学家抢了媳妇儿，怀恨在心，所以故意不设这个奖。但是其实上这个瓜也不是特别靠谱的事儿，更可能的是因为当时瑞典国王已经设立了数学奖，诺贝尔觉得呢没有必要再设立一个一样的奖项，再加上他觉得数学太抽象了，实际上对于我这种数学差的人也是觉得数学比较抽象，不如像物理化学能够直接的去改善生活，所以遗嘱里边压根没有提，搞到后来搞数学的人想去拿诺奖，还得必须转行去搞物理，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咱们中国的获奖者也得好好说道。最早呢是在1957年的杨振宁和李政道，他们这2位伟大的科学家凭宇称不守恒这一个发现拿到了诺贝尔奖。不过当时他们是美籍华裔，后来的2012年，莫言就通过红高粱家族拿下了文学奖，成为首位中国籍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笔下的高密东北乡一下子成为了全国乃至全世界文学迷的打卡圣地。而更牛的是，在2015年，屠呦呦因为发现了青蒿素，拿了生物学或医学奖。为什么是或医学奖啊？这个是他们官方的严格翻译，因为用的就是或这个介词，而不是和，这也是个误区。很多小伙伴会以为它叫法是生物学和医学奖，但其实上严格的翻译是生物学或医学奖。这可是咱们中国本土科学家首次获此殊荣。他从古籍里边找灵感，把青蒿素提取出来，然后治疗疟疾，拯救了全球上亿人的生命，这才是真正的从传统里边挖出的宝藏。正经的奖项咱们聊完了，接下来就聊点不正经的，那就是搞笑诺贝尔奖。一提到他都想笑。那大家知道这个奖项是怎么来的吗？在1991年的时候，有一个叫《不可思议研究年报》的奇葩杂志，一群编辑觉得咱们这个科学不能光端着，也得接点地气，然后就拉着哈佛大学的一堆人搞了这个奖，全称呢是伊格诺贝尔奖。伊格在英文里边既有搞笑也有
ignition 这个点燃的双关意思，既让人发笑，又点燃大家对科学的好奇心，同时也有点呼应前面咱们提到的诺贝尔炸药大王他创立的诺贝尔奖的这个意思。反而是特别认真的想告诉大家，科学不仅仅只是在实验室里边的公式，生活里边的鸡毛蒜皮的其他小事儿，琢磨琢磨，其实也藏着大大的学问。你看他每年颁奖都是在哈佛大学，正经的科学家就坐在台下，然后获奖者还发表不能超过60秒的获奖感言，超时了就会被一个8岁的小孩喊停下 ，stop 。Please, my. Please. Okay, thank you. 就想让科学家放下架子，跟普通人唠唠嗑。这个奖项的奖杯呢，是一个手绘的迷你诺贝尔奖，奖金高达10万亿津巴布韦币。换算成人民币也就几毛钱，也就够买根棒棒糖。其实上也是一种不想让奖励成为唯一追求目标的感觉啊。不过这个奖的脑洞指数可是绝对拉满的。比如2006年有一个生物学奖，研究的是猫从高处摔下来为什么会4脚着地。科学家们真的把一只猫绑在了转盘上转呀转呀转，最后得出结论：猫会用尾巴当做平衡杆。你说这个研究要是让家里边的那2只猫知道了，会不会挠死它们？改天拿它们试一下。是，这个是虐猫的吧？那算了。还有2019年的医学奖更绝，研究为什么人类会有痒痒肉。科学家们找了一群志愿者，自己挠自己，别人挠自己，好像更不容易敏感。自己挠自己不会太痒啊。是的，其实上他们就发现了大脑能够预判自己的动作，说白了就是自己坑自己不算坑。说到这儿，就得提一个更厉害的跨界选手了，安德烈海姆。这个老哥在2000年的时候就拿了搞笑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奖，研究的呢是用磁铁让青蛙悬浮起来，是不是像个魔术一样？实际上这个原理也很简单，就是因为青蛙里边有很多的水分，它通过它的超强磁场让水能悬浮。结果他后边就想，我能不能让青蛙也悬浮起来？这个看似离谱的实验，本质是在探索一种极端条件下的物质行为，而这种把不可能玩成可能的思维，也让他开始新的研究。此前学界认为2维的材料是不可能存在的，但是他和他的学生诺沃肖洛夫用透明胶带反复粘贴石墨，最后得出了一种单原子厚度的石墨烯，这是一种比头发丝还要薄100倍的神奇材料。正是因为这种理念和这一发现，10年后他直接拿下了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奖。你看，当年玩青蛙的脑洞背后真的蹦出了改变世界的硬科技，这2奖在他身上愣是成了科学探索的前后脚。上面的这些研究听起来离谱，但是其上里边藏着大学问。就像那个猫落地的研究，后边帮着设计了航天器的着陆缓冲装置。痒痒肉的发现则让医生更好地判断脑损伤患者的神经反应。所谓看着荒谬，实则有用。所以不管是正经的诺贝尔奖还是搞笑诺贝尔奖，本质上都是在鼓励大家多琢磨、多提问、多思考，去透过现象看本质。就像诺贝尔当年肯定想不到自己的遗产能让全世界的聪明人都卷起来了，卷了100多年，大家都以拿到诺贝尔奖为学术生涯的最高成就。而那些研究猫尾巴的、痒痒肉、悬浮青蛙的科学家，也没有想到自己的脑洞真的能够帮助人类解决某一领域的难题。生活里的学问有时候就藏在这些看似没用的思考里，所以永远不要停止思考。我们下期再见，拜拜。拜拜。